乘坐 JR 从京都站去往嵯峨岚山，从右边的车窗望出去，视线掠过繁华的市街建筑，天边那起伏的群山勾勒出柔缓的天际线，群峰之下矗立着一座棕色的五重塔，那里就是御室仁和寺，真言宗御室派的总本山，具有1130年历史的世界遗产。以波浪般的平缓山丘为背景，以垂直于地面却有着水平像屋檐的沉稳木塔为中心，这样的建筑景观堪称日本之代表，表现出古都的宁静平和之美。从奈良时代起，佛教兴盛之后就逐渐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佛教带来先进文化，也培养出一批国家的顶尖知识分子。王法与佛法如同牛车的两个轮子，并驾齐驱，共同管理国家。王法依托佛法育民治国，佛法依靠王法发展壮大。在这样的氛围下，从圣武天皇以来，天皇基本上都会在退位之后选择出家，而所谓的出家，大多并不是完全的远离尘世，而是进入了另一个统治系统，将王法与佛法深度绑定。到了平安时代，天台、真言两个新教派的寺院也逐渐贵族化。公元886年，第58代的光孝天皇发愿创建佛寺，隔年天皇驾崩，继位的第59代宇多天皇继承光孝天皇的遗志，用了近2年时间完成了寺院的建设，取光孝天皇的年号仁和为寺名。10年后，宇多天皇让位，出家入寺，成为第1世宇多法皇，隐居在寺内的僧房中，这间僧房就被称为御室，所以仁和寺被称作御室仁和寺。此后仁和寺的历代住持都由皇室成员担任。崇德天皇发动政变失败后出逃，就在仁和寺出家。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仁和寺作为门迹一直保持着最高的规格。到了中世，室町时代中后期的应仁之乱将京都几乎烧尽，几乎没有寺院能够幸免。江户初期的1634年，第21世觉深法亲王向德川家光将军提议复兴寺院，在德川幕府的首肯和支持下，伽蓝重建中的完成，恢复了初建时的模样。直到1867年第30世纯仁法亲王还俗，才结束了仁和寺由皇子和王子担任住持的门迹历史。在所有门迹寺院中，御室仁和寺地位最高，同时它也是最早的门迹寺院。昭和天皇原定退位后就要居住在仁和寺，战后近卫文麿甚至来此考察过，当然后来也没用上。仁和寺占地面积有3万平，约合10万平方米，如果把里山也算上的话，有15万平，约合50万平米。要是再把飞地也算上的话，有24万平和80万平米之巨。寺院坐落在大内山脚下，坐北朝南，最南边的仁王门建于1641年，是一栋5间2层建筑，宽18.7米，高20米，气宇轩昂，与南禅寺的三门、直恩院的三门一起并称京都3大门。每年马拉松队伍从门前跑过的时候，众僧侣总站在门口观赛加油，那种历史与现代的视觉冲击感总是让人格外动容。从仁王门往北，一条参道穿过中门，直通金堂，这里是安置本尊的堂宇，是寺院伽蓝的中心。在真言宗系的寺院多称金堂、如东寺，而在天台宗系的寺院则多称本堂、如延历寺。仁和寺的金堂是江户初期的宽永年间从御所移筑来的紫宸殿，建于1613年，是现存最古老的紫宸殿，请殿造风格国宝。如果以参道为中线，将仁和寺对分为东西2部分的话，东面这部分由南往北的伽蓝依次是御室会馆、酒店、灵宝馆、美术馆、
五重塔，镇守设9所明神和金藏。西面这部分的伽蓝由北往南依次是玉隐堂、大黑堂、阿弥陀堂、观音堂以及宽广的庭园。庭园复建于江户中后期，比一般寺院庭园大，占地4000多平米。中心建筑陈殿是大正时代重建的，内部允许拍照，在京都很难得。陈殿北庭是一个池泉式庭园，从陈殿往外看去，是架设了石桥的亭池，周边植物的绿色倒映在水中，格外静美丽。巨石组成的瀑布始祖被认为是平安时代的手法。距离仁和寺不远的法金刚院中的青女之龙，就是唯一平安时代遗留下来的以此手法营造的始祖。青女之龙的修造者敬义本身就是仁和寺的僧人，所以仁和寺的瀑布始祖也很有可能是平安时代的作品，但是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证实。远处的五重塔从平坦的水平线上耸立而出，美得让人难以忘记。树林中的茶室飞涛亭是江户时代光格天皇的最爱，草庵风使人仿佛置身于山野。另一间茶室辽阔亭则一柱自尾形光临的宅邸。陈殿南亭铺满白纱，砂石的白色与松的绿色和赤石门的深棕色构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素净画面，有一种使人不敢造次的氛围。庭园的北边是京都有名的御世樱花园，这里种植着大片的御世樱，是京都最晚开放的樱花，被称为洛北最后的花见，每年4月上旬盛开。与最常见的吉野樱和枝垂樱不同，御世樱树形较矮，胎质宽阔，花朵是米白色中略带一点点浅黄，花蕾十分密集，满开时像一大片落在地上的白云。仁和寺中收藏了许多作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佛像、佛画。日本最古老的医书和地图也都在仁和寺。医书的原始底本是中国的医书，但是在中国已经失传，所以更加弥足珍贵。在江户时代初期，仁和寺门前曾有一个陶窑，它就是陶公野野村仁清的窑。野野村仁清擅长运用石灰烧制彩绘陶器，制作了许多茶具。传世的作品大部分被指定为国宝或重要文物，是后来享誉日本的经烧之祖。在京都漫长的历史中，与仁和寺相关的不仅仅是皇室，仁和寺还是在乱世中孕育了无常文学的寺院。前文提到过，崇德天皇政变失败后就在仁和寺出家，而西行法师听说此事后也赶到了仁和寺，写下了和歌：我观月澄澈，斯事影不变，此身实堪恨。人生无常，一个是史上最悲苦的天皇，一个是集武士、歌人、僧侣等身份为一身，相传曾与皇后过从甚密的法师。当时间过去了100多年，来到了镰仓时代末期，曾经在宫中侍奉过2条天皇的吉田兼好法师晚年在仁和寺附近的草庵隐居，随笔集《土染草》中记录了许多关于仁和寺僧侣的故事。仁和寺南面有一座小寺院，名叫长泉寺，里面就安置着吉田兼好的墓和木雕像。《土染草》中有许多关于时间迅速流逝、人生无常的记述，强烈地反映了兼好法师的无常观。人世最大的无常就是死亡，四季之顺序尚有定，死期之顺序则不可待。生老病死如迅猛的滔滔江水，滚滚向前，没有停止。因此，兼好法师认为活着的人应当远离奢侈，不追求名利，不沉溺于声色，珍惜光阴，活在当下，简朴的生活方能安享平稳。这部随笔集与枕草子并称日本随笔的双璧，又与枕草子、方丈记并称日本3大随笔。这种隐遁文学中透露出的无常观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的艺术与文化。
物哀、幽玄、侘寂等意识都与之关系紧密。历史有时候同艺术一样，是需要去感知的。历史不应该只是书上的白纸黑字。仁和寺背后的成就山上有玉氏88所灵场，绕山1周3公里的山路上安放着88个佛龛，参拜88个所就等于是参拜了4国88个所灵场。在古代，去4国参拜88个所灵场对普通百姓来说十分困难。1827年，当时的法亲王命人从4国88个所灵场带回沙土，埋在了后山上，沙土上盖起了堂宇，这就是仁和寺88个所。每月25日，由当地住民、学生和信徒组成的志愿者会巡山1周，逐个清扫、整理、换水。春天山上开满了杜鹃，登高望远、登山健步也是当地人喜爱的活动。仁和寺地址：京都市右京区御市大内33。交通：乘蓝电到御市仁和寺下车后步行约3分钟，乘 JR 到花园下车后步行约15分钟，乘巴士到御市仁和寺下车即到。附近景点：隆安寺、双丘、旧底御室、妙心寺、金阁寺等。接下来是彩蛋：版画御世英，得力富吉郎。1936年。版画御世仁和寺花胜，长谷川真信，江户时代。版画秋之石亭，大金一幸，2009年。御世花剑，时宜都明所图绘，江户时代。都明所图绘，江户时代。